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分享这几天发生在马来西亚的2则重大的新闻事件。对，又是和中国人相关的啊。那一说到中国人，我们都知道，自从新马两地对中国免签之后呢，那这样的社会型的事件呢，是屡屡登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头条。那在过去的影片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各种的偷鸡摸狗、违法乱纪的事情是不胜枚举啊。那这2天呢，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又制造了2个特大的新闻，是搞得整个马来西亚的人都是人心惶惶的。那首先第一则就是呢，有一名24岁的中国籍女子，据说呢是在马来西亚留学的。她在8月13号的时候驾车在路上啊，首先是撞到了几名骑士，撞伤之后呢，她就直接的拿了一把刀就下车了，然后对着骑士就一顿乱捅，捅伤多名骑士之后，他又气哄哄的拿着凶器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商场，去随机的伤害路人，据说是有6名路人被他刺伤。那随后呢，在路人的极力的合作下，终于把他给制服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当时整个失序的情况之下，对着路人大喊的一个画面。我们马来西亚！以上这段影片是当时的目击者拍摄的，并把它上传到了 Instagram 上面啊。然后呢，它这个影片其实是非常的长的，但是我这边我就不放它整个影片呢。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上网去搜索啊，在很多的官方的新闻频道下面都有这一段影片。那我不放呢，是因为如果我放的话，它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暴力的，非常的可怕的，有持刀的画面。那我这期影片呢又要被黄标或者被下架了啊。那我为什么要放这短短的一段他喊话说啊我恨马来西亚，我恨马来西亚这一个画面呢？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个女子的口音啊和她喊话的内容，就可以判定啊她是来自于中国南方的啊。那一开始呢，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官媒，比如说中国报和其他的马来西亚的相关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个女子的国籍，只是说外籍女子啊。那我当时看到新闻它的配图之后，我就猜测8、9不离10应该又是中国籍的人啊。然后呢，我就在网络上查阅了很久，找了很久，我就想知道到底是不是中国籍，我就想去确认我自己的想法。那后来呢，我看到有很多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有纷纷跑到我的影片下面来留言，说希望我来聊聊中国籍女子在大马持刀伤人的事件。后来我反复去查阅，在前2天所有的马来西亚的官媒都不敢明确的报道说是中国籍女子，只是说外籍女子。后来呢，马来西亚的中文报中国报又报道了一个跟进的报道，说据说是中国籍啊，据说他就是说还没有确定是不是中国籍啊。但是呢，通过他影片当中的这一段歇斯底里的喊话，我们就可以判断他8、9不离10就是中国籍，因为明显他不是马来西亚的口音，也不是东南亚的口音啊。然后呢，他是在马来西亚留学。那说实话我当时看到新闻配图的时候我还以为图片中的女子可能是一个产后抑郁的妈妈，或者有一些精神疾病方面的东西可是呢，后来才说她是仅仅24岁而已，是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他被捕之后呢，马来西亚的警方也迅速的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测，说他并没有使用任何的药物他的精神也是蛮正常的，只是有情绪失控失序的行径那现在呢，马来西亚的警方和相关部门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此名女子呢已经被警方给控制拘留了那后续的情况呢，可能还要等马来西亚的警方进一步的透露出来
我们这边是没有相关的信息。那据我的猜测呢，他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是刑事犯罪的一种呢，因为他持刀，听说后来他被捕之后，在他的车上收到了2把刀，而不是1把刀就是那种很长的菜刀之类的东西然后呢他就无缘无故的就刺伤了多名的路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实是有一点中共国的张献忠的一种行为模式那这样的行为模式呢，是引起了整个马来西亚的人都非常的害怕，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的、非常和睦的、非常和善的一个社会那现在突然有这样的外籍人士在马来西亚的大街上持刀去伤人，它这个负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它不单单只有华裔，还有马来裔、印度裔各种族裔的那这样的话，在其他的族裔的眼中，他们就可能对华裔的印象会更加的负面了。本来在过去的1-2年当中，就是中国的游客在马来西亚已经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新闻了，那现在在制造出这样的可怕的形式的新闻的话，真的是让马来西亚本土的华裔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也会影响整个马来西亚的它种族之间的和睦性那我真的是希望马来西亚的相关部门和警方可以重罚这一名持刀伤人的女性那我的猜测就是呢，她在影片当中大喊我恨马来西亚，我严重的怀疑她是不是被他们自己的同胞那些无良的黑中介通过各种不实的宣传、不实的信息把他骗到马来西亚去留学的。他去了之后，他才发现就是中介所说的一切和他期待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面临情绪上和经济上的种种的压力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这种情绪失控和严重脱序的行径，从而产生了报复社会的一个极端的想法那这是我个人的猜测。那以上是这一名中国籍留学生持刀伤人的事件。那下面还想和大家呢分享另外一则也是震惊了整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特大的新闻。有一对年轻的中国籍夫妇带着2个小孩想要出境马来西亚，当移民局的官员检查他们的护照的时候，离奇的发现这一家人居然没有入境马来西亚的记录。那移民局的官员肯定会进一步的询问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入境记录呢？那就涉及到他可能非法入境或者是偷渡之类的行径这个时候呢这对夫妻当中的女性就迅速的失控了，就恼羞成怒，就对移民局的官员大打出手，就把他的头巾扯下来，然后把他的头撞到石柱上，然后让这个移民局的官员脸都撞肿了。那事后呢机场的警务人员很快就赶过来把这个女子给控制住了她这种行为在马来西亚是属于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了，因为他一是妨碍公务、袭击公务人员这个是刑事犯罪了那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被告上法庭，面对多项指控那现在呢暂时还没有任何的判决结果，我会和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跟进的报道。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自己已经错在先了，没有入境记录就说明他们是非法入境或者是偷渡到马来西亚的，亦或者是他有其他的护照但这种事情如果说你已经是错在先了，你就心平气和的去回答移民官的问题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要面临处罚的话，那你就接受处罚，因为你已经触犯了法律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反而是试图去把这个事情变得更严重，试图去用这种暴力的应激反应，就是很多中共国的人他们都有这种暴力的应激反应，就是好像一个巨婴一样，当他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去想一个最佳的方案去解决问题，他们往往是撒泼打滚，好像巨婴一样，就是试图用暴力用横蛮刁钻
去掩盖这个事实的真相啊。那这一名中国女子呢，很明显她也是有了一个就是她习以为常的一个应激反应，因为可能她在中共国的时候，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当她到了马来西亚她面临询问的时候，她也迅速的暴跳如雷。她觉得她只要够凶狠、够横蛮无理，那个马来西亚的移民官就拿她没有办法啊。可是呢，他不是在中共国，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啊。那以上这2则新闻呢，真的是再一次的刷新了我对如今的中国人的一个新的下限的认知啊。那众所周知，中国游客和中国人呢，大部分的素质都非常的低，也不文明，各种的低劣的行径。但是呢，在以往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无理取闹和一些低素质的行径。可是现在呢，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2地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单是一些低素质的行径了，而是直接触犯法律法规的事情，或者是刑事案件呢。譬如说，新加坡最近刚刚发生的，有4名这个中国籍游客专门飞到新加坡来入门盗窃的事件，诸如此类的啊，就非常非常之多啊。那所以说呢，现在有这么多的就是持续发生的案例啊，让我真的非常担心新马2地的社会的一个稳定性和安全性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这些就是犯罪分子也罢，就是还有一些非常急着想去赚快钱的人，他们都一窝蜂的跑到了新马2地了。那这样的话，长此以往下去，一定会给新马2地的社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不稳定的因素的。我不知道其他的新马的观众是如何去看待这些恶性的事件的啊？那也欢迎你们来说一说你们的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